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《心经》的经文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我们从空相上可以发现，诸法是有空相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空亡的空，而是空原有的这些相。所以空是从有而说的。空不是从什么都没有来说空。诸法就是一切的法，这里面就包含有世间的以及出世间的法在内。综合起来应该说诸法包含了世间以及出世间的一切的有为法。从这里面我们去认识、去理解，而后发现所谓空是谈空其相。但是要注意这个空与我们所谈的本体性空或谈到的境界空是不同的。尤其空相有很多人会误解，比如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什么东西，明明摆在我们眼前，可以看得见、听得到，难道我们说不去看、不去听就是空了吗？我想那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你表面上似乎没有在看，但事实上你说不在看，其实你就已经看了，只是你自己去拒绝它、抗拒它，才会产生不看。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从来看都没有看过，因为于相而言我们通常说相有两种现象，一种相是实相，就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眼前，能看得到、能听得到、能体会得到的。但是还有一种相是无相。这个无相并不是说没有相，这个无相不是讲空相。无相呢，是从有的突破之后，于相而言，我们不起执着，不去计较，不会引发我们的起心动念。这个时候我们说原有的相显现了空，可是那个有相并不是完全消失了，只是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，你的五蕴不在这上面去计较执着罢了。所以这叫做空相。无相还是从实有相去发现它真实的意义。那么这个真实的意义，或者说如来真实义，并没有直接的写在经文上，佛法呢也没有直接的写在经文里。我们需要破开文字相，展现出它的法，知道经文所表达的内涵是什么。我们要能够从有相到空相而显现无相，这是它的一个层次，也可以说是法的次第。根据有相上去突破，但这绝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。比如说从有相的突破，从空相的突破，一直到无相，其实无相还要再突破，那就是究竟它的本性了。这种性我们叫做空性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出了3个可以看诸法空相的问题。第一个，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我们不能够说它不发生也不会消失，因为不是这么解释的。不生不灭是从生灭而来，因为一切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灭之相。这种生灭之相是根据一个正常的人去看它，必然会显现能理解的这种生相或者是灭相。事实上有生有灭，而且这种生灭是刹那生灭，那种非常快速度的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种生灭相。比如我们看飞机的螺旋桨或者是电风扇，当刚刚通电
速度还不是转得很快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叶片在那里转，对吧？可是如果我们马上把电源关掉，那么它就不转了。你如果说一定要在声面上去分别的话，那就是打开电源它就有声像，把电源关掉呢，这种声像就消失了，也就是灭相。这是根据世间法的确是这么看的。你如果要是知道不生不灭的相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即使我们看到螺旋桨或者电风扇是在那里转，好像是只有声相没有灭相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的声相灭相，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个枫叶，我们看不到的是它后面的那个电源。那我们从相上面就可以发现，有电源它会转，一旦电源断电了，那么它就不转了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呢？就是说，根据法的事与理而言，电风扇也好，螺旋桨也罢，它有没有停止的时刻呢？还是说会永远这么的一直转下去呢？我想它还是会有停止的时候。所以说它也有生也有灭的时刻。所以这种根据人能看见的或者未知的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性的，它都是有其生有其灭，这是你所能感触得到的生与灭。可是如果我们从道理方法上去看的话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怎么说呢？一架飞机的螺旋桨，那么在它起飞的时候，它需要螺旋桨的推动力，可是降落以后当然就会把它关掉。那么关掉以后，是不是就是不生不灭了？其实不是的。当你要使用它的时候，还是有生有灭，所以并不表示不使用的时候就不生不灭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，在使用的时候有生有灭，可是正在使用的那个时刻，我们所看到的扇叶，它的快速转动不断循环，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，在这个时刻才叫做不生不灭。就好像电灯泡里面的钨丝一样，当电流通过不断闪烁，其实它是有生有灭的，只是我们不能把握摆在眼前它所展现的那种功能作用，这还是根据我们本身自我能力的差别来看它。我们再看不垢不净，我们知道垢是一种肮脏，净呢则是一种清净，或者我们讲清洁。那么谈不垢不净，同样的理论也是从垢与净上去认识一个人。为什么一定说不垢不净呢？我们以一个人体而言垢是肯定，净呢也是肯定。因为当你刚洗完澡干净的那个时刻，它应该是一个不垢的时刻。可是洗干净一段时间之后它又是一个不净的时刻。其实在佛法中讲垢与净的本身是一个世间的相对法，从这个相对我们要去认识，才会显现出所谓的不垢不净的法。可是这不是绝对的法，因为佛法是绝对的法，它是连垢与净根本都不发生了，这个时候才能说是究竟。其实菩提种子不是佛性，菩提种子只能够说是一种可以帮助你显现觉悟的一些知识经验而已，所以我们称菩提为善根。菩提不能称为是佛性的一个本性，这个究竟清净只是诠释了佛性。佛性要能显现出来，才可以说是究竟清净。
佛性未显现之前，还是有垢有净，也有不垢不净。就好像说业是一种垢，或者说是烦恼的话，那么烦恼是垢，可是菩提它是不是净呢？菩提不是净，菩提是必须要把这些烦恼消除了，也就是你从烦恼中间显现出来为什么烦恼，然后能把烦恼化解掉。化解掉的这个时候，可以说烦恼是一个不垢的现象。为什么菩提是净呢？因为菩提显现出来的如果是净的话，那烦恼是垢，就变成相对法。所以垢与净是相对法，而烦恼与菩提呢不是相对法。这一点要特别弄清楚，因为菩提是从烦恼中间显现出来的。不过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不垢不净，才能涉及到菩提。如果只谈垢或者净，它只是烦恼；要涉及到菩提，就有不垢不净的样子。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呢？比如说烦恼来了会造成障碍，我们化除了烦恼，当然要根据修养才可以。化除了烦恼，那么你的障碍也就排除掉了。这个时候原有的垢就是不垢了。可是并不表示你所有的烦恼都消除掉了，因为你还有其他不同的烦恼。那么为什么又说根据菩提可以说是不垢不净呢？因为烦恼消除了，虽然显现出烦恼不存在的现象，我们称之为菩提的话，那么菩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以垢与净这种相对法来看它就是一个不垢不净的现象。可是如果根据烦恼来说，肯定是有垢与净的差别，它不是一个不垢不净的现象。烦恼与菩提要把两者分别来说。烦恼它肯定是有垢有净，在烦恼化除的那一刹那是不垢不净的样子，可是它不是一个肯定不垢不净的现象，因为它必须在化除烦恼之后还要显现出菩提来。因为菩提是从烦恼中间显现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个显现出来的菩提，它是不涉及到垢与净的，它是一种不垢不净的现象。这个现象是菩提的现象，而不是烦恼的现象。因为烦恼与菩提不是相对法，垢与净才是相对法。我们要能把烦恼消除掉，消除掉的那个时刻叫做不垢不净，然后显现出菩提来，这个菩提也叫不垢不净。根据烦恼而言，肯定是有垢有净，然而菩提是没有垢净的分别，因为菩提是从烦恼中间显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，这个即不是一个垢净的相对法。那么好，这一期的视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。由不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，由不愿您在学佛的路上找到智慧之前先找到快乐，找到快乐之前先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由不。